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不小心割伤手指时，伤口周围会迅速变红、肿胀、发热，还隐隐作痛？别害怕，那不是你的身体出故障了，恰恰相反，那是身体启动了一场消防行动，这个反应就叫做发炎。发炎反应如同身体里的消防队，在细菌侵入或细胞受损时点燃警报之火，吸引免疫大军前来对抗入侵者。短时间的发炎是好事，正是它让伤口愈合，让感冒痊愈。然而，如果这团内在的火焰久久不灭，演变成慢性的隐形炎症，问题就来了。它会像阴燃的火种，悄悄损耗着我们的健康，引发疲倦、疼痛，甚至为许多慢性疾病埋下伏笔。那么，我们该如何对抗这股隐蔽的炎症之火呢？现代医学有消炎药、类固醇、抗生素，可这些药物往往有副作用，而且不可能天天当饭吃。其实早在几千年前，没有药丸和打针的年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已经在向大自然寻求灭火的良方。他们发现了一些神奇的食物和草药，可以帮助身体平息炎症。想象一下，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早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让食物成为你的药物。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在古印度，战士们受伤后会在伤口上涂抹姜黄粉，减少红肿发炎。在中国，祖辈们用草药和食疗来对抗体内的上火，其实就是发炎反应的一种。而在地中海沿岸，人们几千年来以橄榄油、鱼类和蔬菜为食，不知不觉中收获了健康长寿的红利。听起来很神奇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炎症的世界，看看这些全球公认的天然抗炎食物是如何帮助我们对抗身体里的那团火焰的。简单来说，发炎就是我们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当身体的某个部位受到伤害或受到细菌病毒的威胁时，免疫系统会拉响警报，派出士兵去作战。这个过程会产生一系列我们熟悉的症状：红、肿、热、痛。以我们割伤手指的例子来说，伤口处发红是因为血管扩张运来了更多血液，肿胀是组织液渗出在稀释毒素，发热则表示免疫细胞高速运转，释放能量。疼痛呢，是提醒你小心，这里正在修复，别再碰我了。这些症状虽然让人不适，却代表着身体在努力修补、防御，非常了不起。发炎可以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发炎就像是一阵熊熊烈火，迅速燃起又熄灭，比如伤风感冒，皮肤擦伤后的红肿大多几天内就消退了，身体也恢复如初。这种急性的炎症反应是为了清除入侵者和坏死组织，属于短平快的正面战斗。可是如果慢性发炎发生了，那情形就不同了。慢性发炎更像阴燃的余烬，一直在体内悄悄燃烧，却不容易被察觉。它可能没有剧烈的疼痛或高烧，但会长期存在，持续性的损伤组织。比如常年压力过大、肥胖或不良饮食习惯，都可能让身体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慢性发炎就不再是保护，而变成了一种伤害。它往往和许多慢性疾病挂钩，如关节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某些癌症和失智症都被发现和体内长期的慢性炎症有关。可以这么说，哪里有慢性疾病，哪里就可能有慢性炎症在煽风点火。我们的身体几乎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炎症，从里到外，这团火无处不在。让我们来看几个常见的发炎例子。肠胃炎，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感染了病毒或细菌，身体会引发肠胃炎来对抗入侵者。你会感到腹痛、腹泻、呕吐，这是肠道黏膜在发出警报，驱逐病菌。多数肠胃炎是急性的，几天内身体就能把敌人清理干净，但在过程中发炎会让你严重不适，上吐下泻，甚至发烧脱水。所以人们会说肠胃在着火，其实就是发炎导致的症状。平时饮食不当、酗酒也可能引起慢性的肠胃发炎，让你时不时胃痛、消化不良。关节炎，很多长辈早晨起床时会感觉膝盖、手指僵硬疼痛，需要活动一阵才缓解，这很可能是关节炎在作祟。
关节炎字面意思就是关节的炎症，它分很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骨关节炎，通常因为关节长期磨损引起炎症反应，导致关节软骨损伤、骨头摩擦疼痛。还有一种类风湿关节炎，是免疫系统误把关节当敌人攻击造成的慢性发炎。无论哪种发炎都会令关节部位肿胀、疼痛，严重时关节变形，影响活动。一旦关节发炎变成慢性的，就像关节里埋了一个顽固的小火苗，天冷或劳累时它就蹿起来，让人疼得龇牙咧嘴。皮肤炎，皮肤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也很容易出现炎症反应。举例来说，你对某种化妆品过敏，擦了之后皮肤又红又痒，这就是接触性皮肤炎，是皮肤发炎的一种。还有很多人被恼人的湿疹困扰，那也是皮肤的慢性炎症。再比如青春期长的痘痘，其实就是毛囊和皮脂腺的发炎。皮肤发炎时，局部会发红、起疹子、脱皮，甚至渗出液体或结痂，让人坐立不安，奇痒无比。虽然皮肤炎多半不是什么大病，但抓挠破皮容易感染。长期慢性皮肤炎也会让皮肤变得脆弱敏感。皮肤的炎症往往和免疫、过敏相关，有时也和心理压力有关。压力大的人更容易冒痘和湿疹，可见内火真的会反映到皮肤上。除了以上例子，身体还有许多炎症故事，比如感冒引起的咽喉炎，让你嗓子疼痛沙哑；长期吸烟的人可能患支气管炎，总是咳嗽不停；甚至肥胖者的脂肪组织也会产生炎症因子，增加代谢疾病的风险。可见炎字看似寻常，却贯穿于我们的健康。知道了发炎是怎么回事，我们再回头想想，难道只能靠药物才能消炎吗？有没有更温和的方法把这场体内的火控制住呢？答案正藏在我们的日常饮食里。大自然其实早就为我们准备了一批消防员，他们不是药片，而是盘中餐。很多常见的食物富含抗氧化物、维生素和特殊的植物化合物，能够帮助身体对抗和减轻炎症。下面我们就来认识几位全球公认的天然抗炎明星，看他们如何各显神通。姜黄，姜黄是一种来自南亚的黄色香料，经常被用来制作咖喱。它鲜艳的黄色来自其中的活性成分姜黄素。姜黄素可不简单，人们称它为天然的消炎高手。在传统印度医学阿育吠陀中，姜黄被誉为能治百病的黄金香料，用来消毒伤口、治疗肠胃不适。在中医药里，姜黄也早被用于活血化瘀，缓解关节疼痛。现代科学研究更是证实了姜黄素强大的抗炎作用，它能够阻断引发炎症反应的 NF-κB 等分子路径，减少身体释放促炎的化学物质。简单说，姜黄素就像给炎症反应踩了一下刹车。此外，姜黄还是很强的抗氧化剂，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不过姜黄素有点娇气，直接吃不太容易被身体吸收。印度人很聪明，烹调咖喱时喜欢加胡椒和油脂，黑胡椒里的胡椒碱和油脂能大大提高姜黄素的吸收利用率。有研究指出，姜黄搭配胡椒一起吃，吸收效果可以提升将近20倍。所以想利用姜黄消炎的话，不妨在炖菜煮汤时加点姜黄和黑胡椒，或者尝试风靡全球的黄金奶，在牛奶中加入姜黄胡椒煨煮，既美味又有益健康。绿茶，一提到绿茶，你也许会想到午后清新的茶香，但你知道吗？一杯小小的绿茶其实隐藏着强大的抗炎力量。绿茶中富含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物质，尤其是 EGCG， 这是绿茶里最厉害的成分之一。EGCG 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能清扫体内过多的自由基，防止细胞被氧化损伤。而且科学家发现，绿茶的这些多酚还能影响免疫细胞的行为，降低促炎信号的释放。难怪有研究发现，经常喝绿茶的人，心脏病、癌症等疾病的风险较低。这些疾病都和慢性炎症有关。绿茶不仅内服有益，外用也有妙招。比方说，有人把绿茶提取物涂在痤疮皮肤上，发现炎症也有所减轻。中国、
日本等东方文化饮茶已有上千年历史，把喝茶当作养生的重要部分。一杯暖暖的绿茶下肚，不仅提神醒脑，还在悄悄帮助身体对抗潜在的炎症，可谓一举两得。鲑鱼及其他富含 Omega-3 的鱼类，假如要给抗炎食物排座次，深海肥美的鲑鱼肯定名列前茅。鲑鱼中富含 Omega-3 脂肪酸，主要是 EPA 和 DHA 这两种脂肪酸是人体极为需要的健康脂肪。Omega-3 有啥特别？它可以说是体内炎症的调节器。我们的细胞膜由脂肪组成，如果饮食中 Omega-3 比例高，细胞膜的组成就更偏向抗炎状态，释放出的信号分子也偏向缓和炎症。而饮食中另一类 Omega-6 脂肪酸在红肉、玉米油等中含量高，如果过多会推动炎症的产生，所以 Omega-3 和 Omega-6 要平衡。现代人普遍 Omega-3 摄入不足，而鲑鱼、沙丁鱼、秋刀鱼等油脂丰富的鱼类正好能提供大量 Omega-3， 帮我们纠正这种失衡。研究显示 Omega-3 可以降低体内一些常见炎症指标，比如减少促炎的细胞因子的水平。难怪爱斯基摩人和日本人这些传统上吃鱼多的族群，心血管疾病和关节炎的发生率都较低。吃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吃抗炎药，当然这是纯天然、美味可口的那一种。如果你不太爱吃鱼，亚麻籽、奇亚籽和核桃等植物也含有一种 Omega-3， 虽然转换率不如直接吃鱼油高，但聊胜于无，也是不错的抗炎食材哦。蓝莓，这些深蓝色的小浆果不光长得可爱，还是抗氧化和抗炎的超级明星。蓝莓之所以呈现美丽的蓝紫色，是因为富含花青素，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在实验室中，花青素能够显著减轻细胞的炎症反应。此外，蓝莓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以及膳食纤维，能全面提升我们的免疫防御能力。经常吃蓝莓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症指标。还有研究发现，蓝莓有益于大脑健康，可能减缓与炎症相关的认知老化。想象一下，当你早餐冲泡燕麦时撒上一把蓝莓，或是午后来一杯蓝莓香蕉果昔，既满足了味蕾，又为身体提供了抵御慢性炎症的护盾。这种健康的小零食，难怪会被称为来自大自然的糖果和超级食物。大蒜，厨房里的大蒜头可能是外貌平平却身怀绝技的典型代表了。大蒜被人类使用了几千年，不仅是调味高手，更是民间广泛使用的天然药材。大蒜切开时会释放出一种含硫化合物，叫做蒜素，正是它赋予了大蒜特殊的刺激气味，也赋予了大蒜抗菌抗炎的威力。早在古代，人们就用大蒜来预防感冒、治疗咳嗽，还曾在战争中用它来给伤口消毒。现代研究发现，大蒜中的活性成分能减少促炎酶和信号的产生，并刺激免疫细胞的活性。有意思的是，研究还指出，熟的大蒜和黑蒜也有抗氧化抗炎作用，而且口味更温和，不像生蒜那样辛辣刺鼻。经常吃点大蒜，有助于增强免疫力，降低血压和胆固醇，对心血管也有好处，这都与它抑制体内炎症有关。当然，生吃大蒜时嘴里的火辣感觉可能让人望而却步，但用大蒜爆香烹调菜肴，既提升风味，又能慢慢发挥它的健康益处。难怪有人把大蒜称作天然抗生素，它真的能帮身体对抗细菌和炎症的双重威胁。橄榄油，地中海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异宝，就是金黄色的特级初榨橄榄油。相比一般食用油，橄榄油可是出了名的健康之油，归功于它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酚抗氧化物，其中一种名为橄榄苦苷的多酚最为特别，它的作用方式竟然和布洛芬等消炎止痛药类似。科学家发现，橄榄油中的这种物质能够抑制引发疼痛和炎症的环氧化酶酶系，从而起到抗炎镇痛效果。难怪有人说，一口优质的初榨橄榄油在喉咙处会品出一丝辛辣的刺激感，那正是 oleocanthal 在飞，这感觉就像轻微的药效一样。除了这一独特成分，橄榄油富含的油酸也是抗炎好手。
油酸是一种单不饱和脂肪，会降低体内 C 反应蛋白等炎症指标，对心脏尤其有益。地中海沿岸的人们以橄榄油为主要食用油，他们的炎症相关疾病发生率相对较低，这绝非巧合。试想，每天用橄榄油拌沙拉、烹调菜肴，相当于在日常饮食中添加了一剂预防针，长期下来，身体的慢性炎症自然不易滋生。牛油果和坚果。牛油果近年在健康饮食界大放异彩，被称为大自然的奶油。它绵密的果肉中满是对健康有益的元素，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膳食纤维、钾元素，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 和叶黄素等抗氧化物。维生素 E 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帮助对抗炎症，保护细胞膜不受损伤。经常吃牛油果，有助于降低体内的炎性指标，改善关节炎症状，还能保护心血管。墨西哥和中美洲传统上就有吃鳄梨的习惯，他们用鳄梨制作爽口的酱料，搭配主食一起吃，不仅美味，也在滋养身体。同样富含健康脂肪的还有各种坚果，比如杏仁、核桃、腰果等。坚果里有 Omega-3、维生素 E 和多酚物质，适量吃一些可以减少体内氧化应激和发炎反应。想象一下，下午感到饥饿时，抓一把杏仁或核桃作为零食，这不仅填饱肚子，还相当于给身体补充了抗炎弹药。不过要记得，坚果热量不低，每天一小把足矣，贵在持之以恒。深绿色蔬菜，从小父母就教导我们多吃蔬菜对身体好，这话一点不假。其中深绿色的叶菜、花科蔬菜更是抗炎营养的宝库，例如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芥蓝、白菜等。这些蔬菜颜色浓绿，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植化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叶酸、维生素 K， 它们几乎是天然的维生素丸，特别是维生素 A 和 E， 能调节免疫功能，防止免疫反应过度。绿色蔬菜里的抗氧化剂能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在体内蔓延。此外，绿叶菜还提供大量的镁和钾，有助于降低炎症相关的血压和血糖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深绿蔬菜在东方饮食中还被视为清热的食物。中医理论讲究阴阳平衡，认为绿叶菜大多性质偏凉，能清热解毒，这对应到现代医学，其实就是帮助减轻体内炎症反应。无论是炒一盘清脆的菠菜，还是打一杯蔬菜水果混合的绿色果昔，亦或是煮一锅蔬菜汤，你都在给身体送上一份抗炎大礼。每天1斤蔬菜的老话或许有点夸张，但尽可能保证每餐都有一些绿叶蔬菜上桌，长期来看将大大有益于控制慢性炎症，增进整体健康。以上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大自然里还有许多默默无闻却助人为乐的抗炎食物，比如生姜、桂皮等香料能抗炎驱寒，蘑菇和海藻富含独特多糖，可调节免疫，番茄里的茄红素、黄姜中的姜黄素，甚至黑巧克力里的可可多酚也都有抗氧化抗炎作用。可见我们的餐桌就是一座抗炎药房，只要会选择，日常饮食完全可以成为对抗发炎的好帮手。世界各地的文化在与炎症抗争的漫长岁月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智慧。有趣的是，虽然各地饮食习惯千差万别，但殊途同归的是，人们都找到了有助于消炎的食物和方法，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传统之中。让我们环游世界，看看不同文化是如何利用饮食来对抗炎症的。环顾全球，地中海饮食常被誉为最健康的饮食模式之一，其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抗炎效果。地中海沿岸国家的传统餐桌上充满了新鲜的蔬果、坚果、全谷物、豆类、鱼类和橄榄油，而红肉、精制糖和加工食品的比例很低。这种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健康油脂充足的饮食结构被发现可以有效降低慢性炎症。富含抗氧化物的蔬果和橄榄油天天都在为身体灭火，欧米伽3丰富的鱼类经常上桌，抵消了肉食带来的促炎因素。难怪科学家观察到，坚持地中海饮食的人
体内的炎症指标往往比较低，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也较小。可以说，地中海地区的人们世世代代沿袭的饮食传统，暗合了现代医学的抗炎原则。他们或许不知道分子生物学上的炎症途径，却通过美食找到了健康密码。多吃天然的食物，少吃工业加工品，用橄榄油取代动物油，用鱼和豆类取代部分红肉，再加上一杯适量的红酒。想象在一个傍晚，意大利农夫端上一盘淋满橄榄油的新鲜色拉，配着烤鱼和全麦面包。这一顿丰盛的晚餐不仅满足口腹之欲，也在默默守护着他的健康。这种融入文化的抗炎智慧，如今已经走出地中海，风靡全球，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和实践。在东方文化中，对抗炎症早已融入了中医食疗和草药传统。中国古人没有炎症这个现代医学名词，但有上火、燥热、淤毒一类的说法，指的正是体内症和失衡的状态。中医讲究阴阳调和，若人体某处红肿热痛，常被视作体内有火，气血不畅，于是会用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的食材来调理。几千年来，中药里的抗炎良方比比皆是，金银花、连翘煮水喝，能清热解毒，退掉喉咙肿痛的火；板蓝根冲剂在感冒发烧时被奉为灵丹，其实就是利用其抗病毒抗炎的作用。白芍、甘草合用的芍药甘草汤，可缓解肌肉和内脏的痉挛疼痛，被认为有类似消炎镇痛的效果。此外，中医食疗也强调通过日常饮食防治慢性发炎，比如常喝菊花茶、决明子茶以清肝火、降血压，煮绿豆汤来清热解暑，排除体内毒素，用意以人煮粥利湿消肿，缓解湿热导致的关节炎痛。餐桌上多吃苦瓜、冬瓜这样的食物，因为它们性寒凉，能灭火去燥。在中医看来，生姜、辣椒这样的食材虽然辛辣温热，但如果炎症是由受寒引起，反而需要用姜汤驱散寒湿，促进血液循环，从而间接消除炎症。因此，食疗抗炎讲究辨证施食。总体而言，东方传统饮食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抗炎元素。绿茶、姜黄、豆制品、各种蘑菇和海带等都在帮助机体维持平衡，减少有害炎性反应。亚洲人祖祖辈辈煲汤熬药，在日常喝的汤水和用的香料里，就把慢性病的苗头压下去了。这种智慧在今天看来，正与抗炎饮食的不谋而合。在西方，虽然现代主流医学侧重于手术和药物，但民间的自然疗法从未消失。中世纪的修道士在药园里种植着柳树皮、洋甘菊和芦荟。柳树皮含有水杨酸，是阿司匹林的原型，能退烧镇痛抗炎。洋甘菊花泡茶可缓解肠胃不适、平复焦虑，也具有抗炎镇静作用。芦荟更是传统的外用圣品，一碰到烧伤、皮肤发炎，抹点芦荟胶立刻清凉消红。美洲的原住民也有不少独特的草药传统，比如用柳兰治疗口腔炎症，用乌头根缓解关节痛。这些自然疗法的经验后来传入现代，被纳入顺势疗法或植物药学的范畴。进入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开始兴起整合医学和功能医学的理念，不再把自然疗法当成偏方，而是尝试将之与现代科学结合。许多西方营养学家和医生开始推广抗炎饮食概念，正是受到各传统饮食的启发。他们参考地中海饮食的成果，也吸收东方草药的精华，制定出一些指导原则，如多摄入富含欧米伽、负3脂肪酸的食物，各种颜色的蔬果和香料，少吃精制糖和反式脂肪等。举个例子，被称为抗炎饮食之父的安德鲁·威尔医生就提倡一种抗炎膳食金字塔，里面推荐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食物：水果、蔬菜、全谷、豆类、鱼油、香草和茶等等。在他的影响下，如今很多西方人会每天服用鱼油胶囊、姜黄胶囊，或者喝一杯加了姜黄和肉桂铁咖啡来获取抗炎的好处。这些在过去被认为稀奇古怪的做法，
现在正变成新的健康潮流。另外，西方自然疗法也强调生活方式对炎症的影响，例如适度运动，如瑜伽、太极，可以降低炎症水平；心理上的放松训练，冥想、正念，有助于减轻压力荷尔蒙，从而间接减少炎症反应。可以看到，西方正在以科学手段重新认识那些古老的大道理，从药草、食物到身心平衡，全方位地向慢性炎症宣战。说了这么多偏方和传统智慧，或许有人会问，这些天然食物抗炎真的有科学依据吗？还是巧合和传说？其实，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科学家已经为许多天然抗炎食物找到了硬证据。现代医学通过细胞实验、动物试验、流行病学调查，甚至临床人体研究，一步步揭开了这些食物中的有效成分如何发挥作用。首先，抗氧化与抗炎常常如影随形。大量证据表明，慢性炎症与氧化应激密不可分。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会攻击健康细胞，造成氧化损伤，而损伤又会引起炎症反应，就像火上浇油一样。抗氧化物质能清除自由基，相当于把引火的火星清理掉，从源头上减少了炎症发生的机会。我们前面提到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花青素、儿茶素、姜黄素等等，都是强有力的抗氧化剂。当你吃下一碗富含这些物质的蔬果杂粮沙拉时，其中的抗氧化营养开始在血液里中和自由基，就仿佛给免疫系统减轻了警报负担，不会动不动就拉响炎症警报了。其次，很多食物中的活性成分直接针对炎症通路发挥作用，比如姜黄素和橄榄油里的 oleocanthal 能抑制 COX 酶，减少前列腺素等炎症介质的产生。绿茶多酚和大豆异黄酮被发现可以抑制 NF、kappa、B 等基因表达，从而降低促炎信号的释放。Omega-3 脂肪酸则干扰了花生四烯酸途径，促使身体产生前列素和白三烯中比较不容易引发炎症的类型。简单打个比方，炎症反应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步步放大，最终引发疼痛、肿胀等表现。而这些天然物质在不同环节悄悄伸出手指，扶住了即将倒下的骨牌，或者撤走几块牌子，让整个连锁反应慢了下来，弱了下来。再者，现代的流行病学研究通过对成千上万人饮食和健康状况的长期追踪，也印证了饮食模式与炎症的关联。例如，有研究给人们设计了一个炎症指数，专门衡量饮食是促炎还是抗炎。结果发现，得分偏促炎饮食的人群，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脏病甚至抑郁症的发生率都明显更高，而高抗炎饮食得分的人，健康状况普遍更佳。这些大型研究从宏观上支持了天然食物抗炎的理念。另外，一些临床试验也很有说服力，让关节炎患者每天喝一定量的绿茶，数周后发现关节肿痛有所减轻，给高血脂患者补充鱼油，几个月后炎症指标下降，血管功能改善，甚至让习惯吃快餐的人改吃8周地中海饮食，结果血液中的氧化物质和炎症标志物都显著减少。不仅如此，科学界还对某些天然成分进行了药物化研究，比如利用姜黄素开发抗炎保健品，或者从植物中提取出高浓度的花青素、白藜芦醇等作为功能性食品。这些都表明，天然食物里的确蕴藏着强大的抗炎潜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当然，科学研究也提醒我们，食物并非万能药，严重的感染或疾病还是需要正规治疗。但将天然抗炎食物作为预防和辅助手段，其作用是深远的。现代人面临的很多健康问题，如慢性疼痛、免疫失调，往往难以用单一药物根治，反而是长期的生活方式调整才能见效。而在这些生活方式里，饮食无疑是最关键也最容易掌控的一环。把科学证据和传统智慧相结合，我们就能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抗炎养生策略，让自己受益终生。了解了那么多抗炎明星食物和各地智慧，你可能会问，我需要大动干戈改变饮食吗？怎样才能把这些抗炎利器融入一日三餐呢？
别担心，其实一点也不难。从现在起，你就可以循序渐进地在生活中加入这些天然的消炎元素，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餐桌。这里有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帮助你轻松上手。早餐唤醒活力，用抗炎食物开启一天吧。早上来一杯温热的绿茶或红茶，替代高糖的奶茶或碳酸饮料，不仅提神，还能摄入宝贵的茶多酚。早餐如果吃燕麦粥，不妨在碗里加些蓝莓、草莓或切片香蕉，再撒一把坚果碎，例如核桃或杏仁。这样一碗丰富的燕麦水果坚果碗，提供膳食纤维的同时，满满的抗氧化物质也在滋养你的身体。如果偏好中式早餐，可以喝一碗加入枸杞、红枣的杂粮粥，搭配清爽的小菜。别小看这一碗粥，谷物和果干里的植化素同样对抗炎有益。记住，早餐尽量避免过多加工肉类，如培根、香肠，改用鸡蛋、豆浆等蛋白质来源，更健康而且减少醋盐物摄入。巧用香料调味，做菜时试着当一回厨房里的药剂师，利用各种香料来提升菜肴的风味和抗炎功效。炒菜炖肉的时候，加几片生姜和蒜末爆香，不但去腥提味，还增添了抗炎的成分。煮汤时放点姜黄粉和黑胡椒，让整锅汤都染上金黄的色泽和暖暖的香气，这就是传说中的黄金汤。烘焙时可以往面糊里加肉桂和肉豆蔻粉，为甜点注入一点抗氧化的力量，比如肉桂苹果燕麦饼干，既满足甜食欲望，肉桂还帮助稳定血糖，减轻炎症。一些香草如迷迭香、百里香、薄荷等也含有抗炎物质。下次烤土豆时撒些迷迭香，煎鱼时放点百里香，不仅增添异国风味，更为健康加分。利用香料调味是将抗炎食物融入日常的绝佳办法，让我们的味蕾和身体同时得到满足。均衡午晚餐，在主餐中贯彻抗炎原则，其实就是遵循彩虹饮食和健康油脂的理念，尽量让每顿饭的盘子里都出现几种不同颜色的蔬菜，颜色越丰富，意味着各种抗氧化营养越齐全。举例来说，中午可以准备一份地中海风味的全麦三明治，用全麦面包加上鸡胸肉或金枪鱼、牛油果酱、生菜、番茄和洋葱。全麦和蔬菜提供纤维和植化素，牛油果提供健康脂肪，鱼肉则带来 Omega-3， 一口咬下去，美味和营养兼得。晚餐则可以尝试亚洲风味的餐盘，一份清蒸三文鱼搭配蒜蓉炒菠菜，再配上一小碗糙米饭和海带芽汤。三文鱼的 Omega-3， 菠菜和海带的抗氧化矿物质，糙米的维生素 B 族。这顿饭简单，却汇聚了多种抗炎因子。如果是素食者，也完全可以通过植物获取抗炎营养，用鹰嘴豆泥配胡萝卜黄瓜条当主食沙拉，再来一份拌着橄榄油和醋汁的羽衣甘蓝坚果沙拉，同样能取得均衡效果。记住，烹调油尽量用橄榄油、山茶油等优质油脂，减少煎炸，多采用清蒸、水煮、炖煮、凉拌等方式，才能最大程度保留食物的营养和抗炎物质。智慧小零食，与其喝含糖饮料、吃炸薯片、饼干这种粗盐零食，不如选择一些抗炎的小零食来满足口欲吧。坚果和种子是首选，随身带一小包混合坚果，在肚子咕噜叫时嚼上一把，既充饥又摄入了有益脂肪和矿物质。水果也是绝佳零食，一颗苹果或者一根香蕉，提供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还顺便补充水分。如果想解馋，可以尝试黑巧克力，一小块含可可 70% 以上的黑巧克力，富含黄烷醇，有抗氧化作用，搭配几粒蓝莓，那滋味和营养都是双赢。又或者泡一杯暖暖的姜茶或柠檬蜂蜜水，既安抚情绪又帮助消化，姜和柠檬都对抗炎有加分效应。通过选择健康零食，我们可以在两餐之间继续为身体的抗炎战役增砖添瓦。持之以恒，并搭配良好生活习惯，再好的抗炎食物，如果只是心血来潮吃一次两次，效果也有限。最关键的是养成稳定的生活方式，
让抗炎食物长期出现在餐桌上，成为你习以为常的选择。或许一开始改变饮食有些困难，但可以一步步来。比如每周固定2天吃鱼，用水果替代部分甜点零食，逐渐减少红肉和油炸食品的摄入量。慢慢的，你的味觉会适应新的烹调方式，甚至开始偏爱蔬菜和清淡天然的味道。另外，不要忘了搭配其他健康习惯。规律运动能够促进循环，减轻脂肪堆积，进而降低慢性炎症。充足睡眠可以让身体修复日常损伤，减少炎症因子分泌。减压放松更是必不可少。持续的心理压力会推高应激激素水平，引发发炎反应。所以冥想、听音乐、与好友谈心这些放松方式也是在灭火。饮食、运动、睡眠、情绪，这些因素相辅相成，共同决定了我们体内炎症的状态。把每一点都做好一点，你的身体必然会回报你更多健康与活力。从了解发炎的原理，到探索各地的抗炎智慧，再到现代科学的验证与日常实践，我们一路走来，会发现一个奇妙的现象：古今中外，在对抗疾病这件事情上，竟有着相通之处。以前我们听到炎症这个词，往往联想到疼痛、疾病和药物。可现在，当你再次听到它，希望你的脑海中也会浮现出厨房里那些五颜六色的食物，一杯茶，一盘水果，一勺香料，它们就是你手边的温柔而有力的消炎药。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我们丰富的食材宝库，人类经过漫长岁月的摸索，把这些馈赠变成了美味的菜肴和治病的良方。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和文化交织在一起。也许我们的祖先并不懂生化分子，但他们凭着经验知道姜黄能止痛，绿茶能养生。如今我们站在科学的肩膀上，更加明确了其中的道理。而这一切知识都指向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药食同源，善用天然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身健康的守护者。希望这段旅程能激发你对天然疗法和健康生活的好奇。下次当你感觉疲惫上火、关节酸痛，先别急着翻医药箱，不妨走进厨房，冲一杯温暖的姜茶，或者做一顿富含蔬菜和好油脂的餐食，给身体一点来自天然食物的抚慰。在长期的点滴积累中，你或许会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精力更充沛了，肤色更明亮了，小毛病变少了。那是体内的炎症之火在逐渐熄灭，生命的运转更加和谐顺畅。这份改变不仅是对传统智慧的致敬，更是对自我健康的掌控。让我们以美食为药，与身体对话，在每一餐中注入关爱自己的心意。毕竟，追求健康并不是一件苦涩乏味的事，它可以很有趣、很美味、很丰富。当你端起一碗五彩缤纷的沙拉，抿一口清香回甘的绿茶，请会心一笑，你正在享受生活，也在默默对抗着岁月和疾病的挑战。愿我们都能拥抱这些天然的抗炎力量，活出更加精彩纷呈的每一天。